比特币 ETF 的利多还能持续多久？以太坊 ETF 不会通过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依然坚定的持有这3张多单，尤其我对 Solana 的表现呢非常赞叹。你可以看到呢，我们从$73就开仓了多单。虽然说我们开仓的仓位呢真的是不大，你只要有$2000，你开10倍杠杆，你可以跟我开出完全一模一样的仓位。不过我们一路拿到了$186呢，我们创造了相当不可思议的涨幅。尤其我们的 Avalanche 呢，也至少拿的是翻倍。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400就开始加仓，一直拿到现在呢，到了$3600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总和的利润呢，已经是来到了虽然说我们是有点小回落，不过7-8万美金绝对是有的。那其实最近呢 ，Solana 有一些迷因币炒得非常夯，比如说BOM 啊等等的这些币种，但我个人是没有去炒。那如果你对做交易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直接提币的，非常的优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以太坊 ETF 的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即将在5月23呢迎来以太坊 ETF 会不会通过的最终决议。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轴我们之前就有谈到过，其实我们之前有几次的这个 deadline 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final deadline， 最后这一次它会不会过，尤其是第一个遇到 final deadline 的 ETF它就是关键的。因为如果说第一个遇到 final deadline 的 ETF 呢，它一旦通过了，那么全部都会通过，就跟我们之前在比特币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其他的最后的这个截止日期不一样可是它都在第一个 final deadline 的时候一起宣布通过。那如果说不通过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5月23号就不通过那你说如果第一个不通过，那其他有什么通过的理由如果说第一个通过了，那其他为什么能不通过呢？所以我认为呢，我们是可以参考之前比特币的情况来做判断的。那5月23其实很快我们只剩下2个月，而且呢这2个月呢币圈的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我们必须来准确的了解一下。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说，以太坊 ETF 呢通过的几率呢一定比不通过大这个是我们之前的观点。那当然这些观点呢也都是从一些国外媒体的口中国外可能 ETF 分析师的口中所得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 Eric Balchunas当然呢我们之前就介绍过他，而且我们之前呢很多 ETF 的观点 ETF 的一些数据呢都是从这边来的。那他的直接就有说到了他是彭博社的 ETF 分析师。那彭博嘛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呢或者说在欧美都是有一定分量的。我们来看一下吧，他在这里就有谈到了他这个 Eric 呢，他认为在5月23通过以太坊 ETF 的几率呢已经回落到了 35%。那他之前是非常乐观的包括欧美的一些媒体报道都是相当乐观的。他就是以前媒体的报道就是建立在以太坊 ETF 5月就会通过的基础上做报道的。那现在呢它开始变保守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操作还有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其实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盘面它也因为这些讯息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可以看一下以太坊这个弱势的情况已经回落到了 35% 了。那他第二句就有提到了他有所有这个以太坊 ETF 应该要通过的理由。那你可以看到我认为他这句话就是重点我们在比特币 ETF 通过的 2.5 个月之前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讯号慢慢释出的讯号，就说明比特币 ETF 它一定会通过。那我们现在呢在以太坊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之前有为各位整理过我们在比特币 ETF 通过之前呢有太多的消息了，我全部把它整理成一个时间轴，并且画在 K 线上。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是最完整的整理了。我连在欧美在这个英文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完整的整理，绝对是没有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当时在通过的2个月之前没问题吧？我们现在是3月中3月底左右，那我们在5月底5月中5月底我们要来最后宣布通不通过。所以其实我们在2个月前我们就应该有看到苗头了。那当时比特币在2个月前呢，我们1月10号通过嘛，这没问题。
我们当时在11月的时候就有很多消息了，比如说灰度回绝了SEC 回绝了灰度的上诉，然后又有很多假消息说 ETF 通过。其实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再回看过去，当时 ETF 说会通过，它压根就不是假消息，肯定是某些媒体他真的掌握了实际的这些内幕，他就认为会通过。那你可以看到呢，当时又申请了这个补件比特币 ETF 的申请。如果说没有要用心审查，如果说完全没有通过的可能的话，那为什么要补件呢？直接在当天说不通过就好了。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苗头，非常非常多的迹象。那比特币有出现，以太坊为什么没有？那以太坊没有，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时连代号都出来了，那就表示这个通过它其实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它就是一定会通过。IBIT 的代号都出来了，而且你在这个纳斯达克你是可以查询得到的。然后等等呢，一系列的这些消息，它在都说明了 ETF 它就是会通过的。但是以太坊呢，我们却没有见到相关的这些消息出来那所以这也是 Eric 他认为比较奇怪的地方，也是他修正通过几率的根基。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我们有谈到虽然说我们不敢说它100%会通过，但至少通过的几率一定比不通过大。我们在5月23号就是这样的判断的。在5月23号，我对当天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它已经修到了35%，也就是呢，简单讲就是不通过的几率比通过大。可是他不敢把话讲死，因为毕竟他讲话还是一个有分量的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在 Twitter 上面的追踪呢，就来到了25万，也是不小了，也是一个中小型的这种媒体人对，也绝对是不小了。所以他讲话当然是会比较保守一点。不过大家要注意到，风险其实已经出现了。那当然，他最后又补了一句就长期来看，他认为最终还是一定会通过的即使5月23号不通过，那你2025或者说接下来的机会，他认为最终就是一定会通过的只是我们5月23号，他会不会这么早通过而已。就这样。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时间点，我认为这个时间点是相当关键的。其实我们之前有谈到，在3月13号的坎昆升级是很关键的。那现在过了4月20号的比特币减半还没有减半。那我们认为在比特币减半之前呢，是真的比较难暴跌然后再来就是5月23号的以太坊现货 ETF。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刚好都间隔1个月。如果我们到时候5月23号以太坊 ETF 没有通过，市场的预期没办法被消化的情况，那你可以可想而知，到时候的这个盘面呢会有多么可怕、多么剧烈的变化。我相信这个风险是我们要先注意到的。那现在还有2个月，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准备，提前做布局。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我认为这个数据呢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整理一下这些 ETF 的数据，我们过往都还在比较肤浅通过不通过流入了多少，流出了多少还是什么机构哪个代号等等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些详细的数据，数据会说话。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我认为整体来说呢，最关键的数据是什么？是右边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现在呢，他们比特币的总持仓量呢，已经来到了比特币流通量的 4.23% 了。各位朋友们，这个非常可怕那其实这个数据它也预示了比特币未来的命运。什么意思呢？最终比特币基本上在市场上所流通的比特币，它都会被纳入 ETF 的托管当中，也就是这个比例会不断的升高，不断的升高，升高到某一个极限的时候，好，结束了。也就是比特币呢，它的这个上涨，它就会告一段落，就是它具备投资价值的这个时期呢，就会告一段落这个是相当关键的。也就是它到最后呢，它就只会剩下抗通膨的价值而已，那其他的价值都会消失。那现在有增值的价值，而且这个增值的价值很高的情况之下，比特币才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投资。那其实我认为他写的这个 current Bitcoin supply 呢，也是比较不严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比特币是有大概2000万枚左右大概，那最后是会产生2100万枚其实也差不多了啦也是90%多的比特币都已经被挖出来了剩下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可是
现在被挖出来的跟真正可流通的呢，它两者呢也有一定的差距。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挖出2000万颗的比特币啊，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真正可流通的呢，我相信只有几百万颗而已，或许只有500-600万、600-700万就差不多了，真的就差不多了。因为其他都是不可流通的啊。什么意思呢？因为会有很多比特币呢，它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啊，或者说储存的过程呢，就遗失掉啊。这个虽然说现在比特币非常贵，这个在现在呢，它绝对可以大大减少它发生的几率。但是在以前呢，一颗比特币就几美金、几毛钱、几块美金的这种时期呢，有大量的比特币被丢失了，而且丢失了是完全不可能再以任何的形式找回来的。对，所以我相信呢，这个4.23呢，它其实是比想象中的要来的更多的啊，因为我们可流通的比特币呢没有那么多啊。好，那还有一个数据很重要啊，就是这个。目前呢，我们已经总流入了11个 billion 是10亿美金，11.9个 billion 就是大概120亿美金左右。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啊，我们比特币 ETF 到底总共能流入多少的资金是正常的？那其实有一个标的，我认为是可以拿来对标的，就是呢具有相同的性质的黄金，而且它的 ETF 是值得我们来做研究的。那其实我就有找到了一个他是谁呢？这个 Nicholas 他是谁呢？他是摩根大通的分析团队的领导者。那可以看到，这段话我把它画成了荧光笔啊。对于黄金来说呢，它具有这个3.3兆的市值。那比特币是大概多少？大概1.3兆大概1.3兆。兆还有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就是万亿，1.3万亿啊。那黄金的这3.3兆用于投资目的存在的黄金里面呢，大概有7%那大概有7%，它是被这个基金管理的。那其实基金管理就是 ETF 的意思嘛，对不对？当然咯，大多数是 ETF。那其实我们就抓这个7%，我认为这个会是准确的因为其实 ETF 呢，它就是把比特币纳入传统金融的一个手段对，那其实过去黄金已经走过一样的路了，那我们就看黄金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拿这个1.3万亿1.3万亿的7%，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910亿美金910亿，那就是91个 billion 嘛，对不对？那91个 billion 对比现在已经流入的12个 billion， 也就是我们 ETF 流入的进度条到达多少了？总共要流入91个 billion。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已经流入了12个 billion 了，也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14-15%了，已经流入了14-15%了，所以其实已经不少了。那当然，我们还剩下80几%要流入。那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速度，对不对？2个月流入14-15%，那我们要全部流入完，大概要多久？其实各位朋友们，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1年半到2年的时间。那1年半到2年不就是我们这轮牛市的时间吗？所以完全是对得上的。所以我们这轮牛市呢，就是以 ETF 为根基的牛市。我们 ETF 流入的动力呢，会贯穿整轮牛市，直到牛市结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方呢右边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非常的浅显易懂，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都一样在净流入了，每天都在净流入，甚至我们在前几天呢才创造了流入量的巅峰。那左边呢，当然了，所有的 ETF 都在流入，那只有灰度呢是在流出的。那基本上其实相加起来，它还是在净流入了。所以ETF 它就是我们牛市上涨的原动力。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数据，那其实过往呢灰度是比特币持仓的第一大概持有60多万枚的比特币。那其实到现在呢，慢慢移仓转仓，然后有新的投资者进来，那他们当然是选择在传统金融大的这些机构了，贝莱德、富达等等的。那你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灰度它的占比呢已经很明显的下降了，以前是99%以上的，那现在已经来到了不到50%。那我们可以跟各位预告未来呢一定贝莱德跟富达的市占呢是一定会超过灰度的，一定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到，而且很快现在已经这个势头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了。因为灰度的毕竟管理费嘛还是太贵了 1.5%。 那现在贝莱德呢总管理的比特币的颗数来到了22万颗，大概是150亿美金左右其实已经不少了。
那等到流入结束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的上涨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必须好好把握。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把握的话呢，那我们就会失去这些机会。好，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哦，对了，我们现在呢频道有开通了会员，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加入呢，其实金额非常的小，而且我们会送你很多东西。那比如说呢，我们会有独家的图文观点，然后会送你科比托跟 Bybit 联名的上亿件，然后每年呢至少举办一次实体的聚餐。对，那如果比较贵一点的话呢，就有比较好的福利咯。比如说呢，我们有影片，然后有直播专属的，还会送你 Bybit 的上衣、帽子、套组、周边，对，免费送，直接寄送到你家。然后每半年呢，我们会举办一次高级的实体聚餐啊。对，好，非常感谢各位，拜拜。